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要来带大家参观苹果爹跟我的工作室。其实这个工作室呢，已经启用一阵子了，从去年底12月底开始，就是有装潢什么的，然后其实1、2月就弄好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正式的参观。这个工作室其实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呕心沥血的故事，因为就是来的不简单，因为那时候要过年嘛，所以很多工厂什么的都会停工啊，所以像沙发什么就很难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玄关的部分好了。这个玄关大家看到这个颜色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它跟整个家的就是颜色是有搭配的。然后再来进到我们客厅的部分，这边有一个超大的落地窗，这是我们当初在看房子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原本的样子，真的跟现在差非常的多。然后我们也犹豫了非常的久，这面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的关键，因为这太美了。那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个，请员工可能就会在这边。对，但是现在目前是我们的餐厅区。对，目前现在这边小小的餐厅区。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这个水泥墙。那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这个水泥墙应该是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吧，因为就是很喜欢那种有点工业风这样，然后再搭配后面的灰色。这个家的主题就是要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拍摄，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达到这个目的，因为就是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取景，然后采光也都不错这样。然后像这边我们就摆了一个桌子，平常如果要拍产品什么的，我们就可以摆在这上面。然后这个桌子呢，就要感谢我们的干爹 Backbone， 真的非常的好用，因为它是升降桌，然后我们有加轮子，所以它可以到处移动。然后这个桌长也非常的够，之前在沙发上直播的时候也有使用这张桌子，然后上面就会摆我们的器材啊、荧幕什么的。直播的时候看那个发表会的时候就很好用，这样。再来，我们来讲到这张沙发，这张沙发真的是超级多故事的。就是这张沙发其实是原本房东留下来的，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面原本是一个黑色的沙发，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改成灰色的，但是其实所费不赀。大家先猜一下这个沙发套要多少钱？它要3万块，没错，就只是皮哦。为什么要那么贵呢？因为这个沙发它的那个尺寸完全是定制的，就是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沙发。因为当初房东可能觉得这边很宽吧，所以他希望做一个就是很宽的沙发。然后我们就问了很多间，我们还去永乐布市，就是很多布的那个地方，我们还去找师傅请他估价。后来我们去定做窗帘，然后整个家的窗帘都是跟龙美窗帘订的。重点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只是要订窗帘哦，我想说那就顺便问一下沙发好了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在做沙发，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订，还好做出来的效果非常的满意。谢谢龙美窗帘，改头换面。庆哥跟庆嫂送我们的精品书，希望他能带给我们财源滚滚。然后再来带到这个沙发后面的这个柜子啊，这也是一个呕心沥血的结果，也是房东留给我们的，然后就不能丢也不能移动，因为它真的太大。它也是一个客制化的柜子，为了要改造这个柜子，我们去定做这个木板，这个木板是合成木板。然后它的质感我觉得超赞的，我觉得非常意外。我是在虾皮上面找到这个卖家，然后它可以定做任何的柜子或者是桌板什么的，然后它可以让你挑颜色，那我们就挑了这个颜色。但是其实当初在挑颜色的时候，我非常犹豫，因为你不知道成品看起来怎样，所以只能靠上面的评论的照片，然后去找了这个颜色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拍一些产品照啊、影片什么的。好，那我们客厅介绍完了，现在进到我们剪片区的地方。这个是原本他们的餐厅桌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大理石纹，就是好像很贵的感觉。然后这边是苹果爹的工作区，然后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两个椅子用的是一样的。那这张椅子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可以调的东西非常多，不论是你的头部的这个头靠啊，或者是你背后的这个腰靠，你都可以去调整它的高度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这个把手一样也可以调整高度，就是依照你的桌子，然后
就可以这样子。再来是这个椅子啊，它也可以调整前后跟高度。关于人体工学椅跟升降桌的挑选心得呢，上次有做过专门的影片分享，我会把链接贴在右上角。那另外呢，也欢迎大家到三创的5楼 Backbone 专柜试做人体工学椅。如果有客制化需求的话呢，也可以预约东门设计馆的1对1咨询哦。好，我们再来进到这一区，这一区其实蛮美的，因为它是白色，然后我们有把把手换成这个金色的。顺便一提，这个家全部的把手都是我们自己挑的，就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跟主题有搭配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床，这边呢还有很多的收纳，就是我们平常会放一些文具啊，还有线什么的。这个房子非常多的收纳，也是我们当初非常想要这间房子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拍摄的道具需要收，所以就要有很大的空间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厨房。这个厨房它也是有主题的，因为像这个门框啊，原本都是白色的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漆成这个比较深的灰色，让它看起来跟整个房子的主题有一点不一样，然后有一点凸显出来的感觉。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岛，平常我们就会在这里煮咖啡。这边就有很多苹果爹煮咖啡的器材，他会煮好喝的咖啡给我喝。然后这个厨房有一个洗碗机，我觉得这个洗碗机真的超赞的，因为我这辈子没有用过洗碗机，然后第一次使用到它的时候，觉得真的太神奇了，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强力推荐大家，如果可以用洗碗机的话，就买一台玩玩看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垃圾桶好了，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垃圾桶。我们当初在选垃圾桶的时候，就想说一定要买这个牌子，因为苹果爹自己本身有用过这个牌子，然后觉得说它真的非常耐用，它盖起来味道就完全闻不到。那它使用的方式就是你这样按一下，它就会弹开，然后你再把它关起来。然后呢，它里面有2个，我们是一个拿来做回收，一个做垃圾。那另外一个设计的特点呢，就是它下面有留这样子一个空间，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家每一个角落扫地机器人都可以进去，所以这样留一个空间，它就可以直接穿过去，非常的方便。这里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的休息区，然后这是小米的机器人，苹果爹有开箱过，非常非常的好用，因为你每天早上都可以就是设定它固定一个时间去扫全家。再来呢，这后面是我们的后阳台，后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小小的一个空间，后面也没有阳光，就是一个暗巷这样子，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再来这边呢是一个厕所，这个家总共有3个厕所，然后这个是客位吧，那就不带大家看喽。然后这边呢是2个房间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全身镜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全身镜，因为就是可以自拍啊什么的，很棒。现在我们来介绍我们2个分别的房间，那都是摄影棚。那苹果爹的房间呢，就留给他频道自己去介绍咯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一起来看一下我的房间吧。我的房间呢，它的特色是它原本是主卧，然后它的床头柜啊，还有整个设计主题原本是用这种黑色大理石，就跟外面餐桌一样的那种材质，所以用起来就有一点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大的这个窗帘，有2扇窗帘，把后面的大理石遮住。然后呢，这个房间它的收纳非常的多，然后厕所也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像是大家现在后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收纳柜，然后我们把它拿来摆原本的家具，不然它应该是非常好用，应该就是女生非常梦寐以求的那种可以挂衣服的地方。再来这边就是衣柜啊，我都会拿来摆一些就是摄影的器材，就是像是什么布景什么的都摆在这里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衣柜的格局也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就是当初房东他们可能有想要摆自己的东西什么的，柜子的大小都跟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这样。然后再来大家看到这一区呢，就是我平常拍摄的区域，大家看到影片都是在这里拍出来的，就是我会把一些我平常会用到的植物啊，还有什么东西都摆在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帘子后面是什么。就它是这样子一个非常大块大理石的床头柜，就是感觉非常的高贵，可是对我们来说就不太好用。会发现这样这个景拍起来很好看。真的吗？对。那拿来就是用说这个窗帘拉一半，然后对，就仿佛好像在一个什么咖啡厅都。真的假的？那要帘子吗？就有一点也可以。有一点也可以。我们在那台上面，然后旁边有绿叶，一点点当个。还好我们有拍这部影片，找到另外一个用法了。所以其实里面也是有蛮多收纳的，如果真的需要用。对，大家可能看不出来，这里面是有非常多收纳的，就是像这边有一个可以打开的，这边就有很多收纳。
然后对面也有一个柜子，一模一样的柜子。然后下面这边呢，这边也有抽屉，这边有抽屉可以打开。然后抽屉下面也是一个收纳空间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大，用起来很爽。然后呢，所以我平常就会在这里拍东西嘛，这也是我们的干爹 Backbone 赞助的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因为像是大家看到这张桌子呢，跟外面的桌子就不太一样，它是大理石纹的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花色可以选择。这次我们就是选了白色跟这个颜色，我们都非常的满意。那这张桌子一样也是升降桌，平常如果我想要站着啊，或者是坐着，我都可以依照我的需求调整它的高度。一样呢，它也有轮子，我就可以把它摆到不同角落去拍不一样的景，这样子。这也是另外一个窗帘。为什么要有这个窗帘呢？因为后面的窗户拍起来不是那么好看，它后面有一个窗户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要这样子一间工作室，那过了这样子几个月下来，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。那这个工作室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颜色都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次工作室的风格呢？或者是你觉得哪边可以改进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今天工作室开箱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